17号，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中国经济运行情况。数据显示，国民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，进出口增长较快。当前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，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，以中国制造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不断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。来看看深圳卫视驻京记者发回的报道。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，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，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.6%。1至5月份，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8万8006亿元，同比增长4.0%。尤为值得注意的是，货物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，贸易结构继续优化，货物进出口总额3万7077亿元，同比增长8.6%。 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3.7%，增速较4月上升1.4个百分点，结束了2023年12月以来增速持续走低的趋势。社销数据超预期，被普遍认为是5月经济数据的主要亮点。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，运行总体平稳，生产稳定增长，需求持续恢复，就业物价总体稳定，国际收支平衡。 转型升级持续，运行总体平稳。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合作研究部主任刘英分析认为，纵览5月份中国经济运行情况相关数据，呈现出经济是稳步恢复和增长，尤其是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，出口方面保持持续加快增长态势及物价水平稳定，价格逐渐回暖3大亮点。经济高质量发展。 突出表现在经济转型升级的态势是良好的。那这里面呢，就是科技创新持续的赋能高质量发展。我们看到制造业的它的高端化、智能化和绿色化的这个转型态势是非常显著的。从去年我们一直担心我们出现通缩的这种情况，或者我们用类通缩的这种情况，那这个月。 特别表现良好的是价格逐渐的在回暖，这是一个防通缩的一个非常良好的表现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33.6%。刘英认为，中国的出口贸易，不论是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，都保持了稳健和较快的增长速度，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等新3样上面表现尤为突出。 第一方面呢，就是我们在全球的稳固的产业链、供应链，表现出来我们相关的企业它的成本的降低，它的效益的提高，它整个的出口的性价比非常之高，所以它的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 非常强的竞争力。第二点呢，我认为是我们稳增长、稳外贸、稳出口的一系列的宏观政策举措的一个其效果。我们的政策的释放，确保我们的出口具有核心的竞争力。在上午的发布会现场，我们看到了美国国际市场新闻社、东京电视台、路透社的记者都主动发问，显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走向的关切。那实际上呢，5到6月份，欧盟委员会、联合国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、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 都对中国今年的增长预期进行了上调，而且呢，在报告中几乎都提及了中国出口等经济活动强于预期。那根据刘安华的介绍，前5个月我国进出口累计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，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的同时，中国对全球经济的积极溢出效应正在越走越强。 今年以来，中国外贸数字持续表现亮眼，受到外媒关注。在1季度进出口同比增长5%的基础上，2季度迅速走高，4月份同比增长8%，5月份增长率更提高到8.6%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注意到，中国新能源车产销两旺。 去年，在深圳车企比亚迪的推动下，中国汽车品牌销量，包括新能源车和燃油车，首次超过美国。新车总销售量为1340万辆，比美国多150万辆。报道援引研究员穆尼奥斯的观点指出，尽管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贸易冲突有加剧的态势，加之高利率和高汽车价格等其他因素，但中国新能源车品牌无惧竞争。 在楼市方面，517房产新政已出台1个月，成效如何备受外界关注。国家统计局介绍，5月中旬以来，有关部门和地区进一步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，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。虽然1至5月份新建商品房销售额、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降幅有所收窄，但也要看到政策效应释放还需要一定时间。目前房地产市场仍在调整过程中。
要着力推动已出台政策措施的落地见效，继续研究储备新的去库存、稳市场政策措施。那么这些政策举措的贯彻落实，下阶段将会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。刘英认为，房地产正在走向新的模式，即两手抓、两手硬。一方面在于宏观把控，发挥保障房再贷款工具等作用，实现对保障性人群的房屋配租配售；另一方面，则是吸引高端人才按照需求来订购。那我们其实房地产的调控，我认为也是几年的时间，它应该逐渐的去到位，逐渐的去筑底或者回稳的一个过程。那非常关键的一点，我认为应该看到的是，房地产正在转向新模式。And that they can be innovative and creative in their policy approach. And I think the affordable housing angle to this, Melissa, is really creative. But I certainly think the policy signal is positive. 17号，首届乌克兰问题和平峰会在瑞士闭幕。本次峰会有90多国参与，但有14国拒绝签署联合声明。此外，声明中还删除了北约成员国主张写入的“侵略”一词，被美西方舆论认为是重大挫败。此外，俄罗斯在峰会前抛出和谈条件，则被认为是这场和平峰会的潜在议题。泽连斯基会后表示，此次会议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，并期待第2次和平峰会可结束战争。The path will be opened for the second peace summit, and thus for ending this war, for a just and lasting peace. 根据和平峰会结束时发布的联合公报指出，俄乌冲突正持续带来大规模的人类苦难和破坏，并造成了可能冲击全球的风险和危机。同时，公报也表示要维护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，并强调实现和平需要所有各方的参与和对话。公报还提及核安全问题，呼吁俄方将扎波罗热核电站交还乌克兰完全控制，确保乌克兰食品生产和供应不中断，确保黑海和亚速海港口完全开放，释放所有战俘，并交还所有被驱逐的乌克兰儿童等。不过，据峰会最终公开的结果文本显示，92个正式与会国家和地区中，包括巴西、印度、南非、阿联酋、沙特阿拉伯等金砖国家，以及亚美尼亚、巴林、梵蒂冈等，一共有14个国家没有签署联合公报。外界注意到，为争取更多与会国家的支持，该联合公报已在文本表达上趋于温和，一些存在争议的议题没有提及，包括乌克兰的战后解决方案、乌克兰是否可以加入北约，以及俄乌双方的撤军如何进行等。路透社注意到，公报对于冲突的描述也选择了较为中性的战争，而非此前常被美西方国家提及的侵略。这显示出与会国在冲突的定性上并未达成明确共识。欧洲媒体指出，瑞士作为永久中立国，具有较为丰富的办会经验，但这次和平峰会除了没有邀请俄罗斯，还存在一个较大缺陷，那就是缺乏全球南方国家的声音。这被认为是瑞士在乌克兰极力要求下主办这次会议的初衷之一。据德国新闻电视台15号引述奥地利总理内哈默的话称，本次会议实际就像一个西方回音室。在他看来，没有亚洲、非洲和南美洲的支持，西方无法迫使俄罗斯改变对俄乌冲突的看法。据乌克兰媒体此前报道，会议主办方共向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发出了邀请，但最终确认参会的约90国，还有国家临时取消参会。一些重要的全球南方国家，例如巴西、印度和南非等，也仅派出了级别较低的代表团。这次无论是说从造势上，还是说在实质上成果上呢，都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。那我们看到了全球南方国家呢，并没有被争取到所谓的西方阵营里面来。这种单边的这种批判会的形式是不可能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成果，那也没有得到足够多的参与方的支持。外界注意到，实际上可能是考虑到实际成果有限的结局，美欧国家同样对这次会议不上心。尤其令乌克兰失望的是，美国总统拜登在意大利出席完7国集团峰会后，没有顺道到瑞士开会，而是直接回国参加大选筹款会，改由副总统哈里斯参加。但他也在会议结束前就匆匆离开瑞士，仅待了几个小时。
德国总理舒尔茨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等人也随即提前离开。更为罕见的是，作为刚决定花610亿美元援乌的美国的主流媒体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网站首页竟然没有报道这场和平峰会的消息。看到，其实西方对于援乌已经出现了一定的疲劳症。那这次和平峰会，他们自己也心知肚明呢，是一次秀场式的走秀式的表演。有参会方注意到，在会议过程中，不断有国家提出应该让俄罗斯参会，包括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等国。甚至在15号的首脑会议全体会议上，作为峰会东道主的瑞士联邦主席阿姆赫德也表示，俄罗斯必须参与乌克兰的和平进程。We are all aware that a peace process without Russia is inconceivable. A lasting solution must involve both parties. 针对一些美西方舆论对中国没有参会进行污名化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强调，希望看到中国在讨论冲突解决方案方面发挥更大作用。他还补充说，乌克兰从未说过中国是我们的敌人。对于选择这次不参会的原因，中方早已进行了解释。本月3号，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，中方不参会并不代表不支持和平。中方反复强调，和会应具备俄乌双方认可、各方平等参与、对所有和平方案进行公平讨论这3个重要要素。中方难以参会，正是因为中方认为本次会议恐怕无法实现这3点。在17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，发言人林健在回答有关问题时再作出表态。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、明确的。中方未出席这次和平峰会，不对会议的联合公报作出评论。